你一定听说过，世界各地出土过一些极其诡异的头骨，这些头骨看起来根本不像典型的人类头骨，它们的形态、比例甚至结构都在不断挑战我们对人类起源的认知。它们到底属于谁？是失落的古老种族，还是某种混血存在？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近年来最离奇、最具争议的头骨发现。这些发现也许正在悄悄改写人类历史的叙事。1928年，考古学家胡里奥特略在秘鲁南部海岸的帕拉卡斯沙漠半岛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在那片荒凉的沙地之下，一处结构精密的古老墓地被揭露出来。在深入岩层约9米的墓穴里，考古学家挖出了数百具木乃伊，而它们的头骨异常的令人窒息。超过300具木乃伊全都拥有极度拉长的头骨形态，这些头骨高耸向上，远远超出正常人类的比例。最初，科学家认为这只是古代文化中的人工颅骨变形。历史上确实有很多民族会在婴儿时期用布袋或器具对柔软的头骨施加压力，让孩子长大后拥有拉长的头型。从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到玛雅文明，甚至北美的某些部族都有类似习俗。但问题是，人工变形只能改变形状，无法改变体积和重量。而帕拉卡斯头骨平均比现代人类头骨重 60%， 体积大 25%， 不仅更大更重，颅腔容量也明显增加。单凭外力压迫不可能让头骨变多。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的大脑容量几乎是现代人类的2到3倍。这意味着什么？更高的智力，还是根本不同的物种？结构上也存在巨大差异。正常人类有2块顶骨，中间有矢状缝连接，但这些头骨却只有1块顶骨，完全没有矢状缝。这不是压迫可以造成的改变，而是基因层面的差异。此外，头骨后方的枕骨区域还存在2个异常孔洞，用于神经和血液通过，位置和形态都不同于现代人类。它们的眼眶更大，形状也更异样，下颌骨粗壮厚重，远超普通人类比例。整颗头骨从结构到比例都显得陌生而不协调。近年来，对帕拉卡斯样本进行 DNA 检测后，争议进一步升级。秘鲁帕拉卡斯历史博物馆对皮肤、牙齿、头发以及头骨碎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中的线粒体 DNA 与已知任何古代或现代人类族群都无法匹配，部分序列甚至无法归入已知的人类进化分支。也正因为这些异常，部分研究者得出一个大胆结论：这些头骨可能属于一个全新的类人生物种族，甚至可能是某种外星存在或某种混合物种。帕拉卡斯博物馆助理、古代拉长头骨研究专家布莱恩·福斯特曾这样评价检测结果：样本中的线粒体 DNA 包含未知突变，这些突变不属于任何已知的人类、灵长类或动物。虽然目前只成功测序了部分片段，但这些序列暗示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种类人存在，而且在进化谱系上与智人、尼安德特人甚至丹尼索瓦人都相当遥远，甚至可能根本无法被归入现有的人类进化树。如果真是这样，那问题就更复杂了。这些存在来自哪里？它们长什么样？又为何消失？古人类是否与它们发生过接触？我们知道，世界各地许多文明都有人工颅骨变形的传统，可问题是，为什么人类要刻意把孩子的头拉长？是否可能古人类是在模仿某种拥有拉长头骨的存在，一种被认为更先进、更智慧的存在？而那些没有进行颅骨变形的文化，是否通过佩戴特殊头饰来营造类似的外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古代统治者和王族常常佩戴拉长形态的头饰。古代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文明中都能看到类似形象。古埃及的法老和王后也戴着拉长的王冠，甚至到了中世纪，教皇仍佩戴3重冠。最后一位佩戴这种冠冕的是1963年的教皇保罗6世。那么，是否可能最早的文明社会是由这些拥有巨大头骨和更高智力的存在统治？是否他们推动了苏美尔文明的技术飞跃，开启了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当这些混血存在或外来存在离开地球之后，人类为了维持权威，开始模仿他们的外貌。是否这也是王权血统和世袭制度广泛存在的原因？是否某些所谓神圣血统本身就源于某种混血？如果真有混血统治者的存在，是否有证据？1927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古城乌尔的发掘中，
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爵士发现了苏美尔王后普阿比的遗骸。报告指出，她的头骨尺寸明显大于普通人类。她生活在约4500年前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被尊称为宁普阿比，在苏美尔语中意为女神。这让一些研究者认为，普阿比的头骨或许是外星混血证据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支持者是扎卡里亚·西琴，古代宇航员理论的倡导者。他声称苏美尔神祇安努纳奇实际上是远古外星访客，而普阿比的基因中可能保留了这种外来血统的痕迹。西琴甚至公开表示，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理论作为赌注，只要允许对这具4500年前的遗骸进行 DNA 检测。然而，英国博物馆始终拒绝对该头骨进行 DNA 测试。如今，宁普阿比的头骨几乎已严重风化，遗骸保存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所有 DNA 检测申请均被正式驳回。为什么拒绝检测？他们在隐瞒什么吗？在疑问远多于答案的情况下，人们不禁开始追问，世界上究竟还有多少类似的异常头骨？还有多少尚未公开的发现？还有多少关于人类起源的秘密仍然被掩埋在尘土之下？青铜头骨是另一个极具争议的案例。乍一看，它和帕拉卡斯头骨完全不同，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些令人震惊的相似之处。青铜头骨据说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墨西哥奇瓦瓦西南约160公里的一处古老洞穴中被发现的。这颗头骨后来引发巨大关注，有人认为它属于一个混血孩子，人类与外星生命的结合体。1999年，美国研究者劳埃德派获得了这颗头骨，并为之投入毕生精力进行研究。检测显示，这颗头骨大约有900到1000年的历史。牙齿分析表明，它属于一名不超过5岁的儿童。科学界很快否定了混血说法，认为头骨异常形态可能源于遗传疾病，例如脑积水，一种因颅内液体过多导致头骨膨大的病症。但劳埃德派坚决反对这一解释。他指出，这颗头骨后方存在明显沟槽结构，而脑积水患者的头骨并不会呈现这种特征。更令人困惑的是，这颗头骨的颅腔体积比成年人的头骨还要大约10%。结合其他研究数据，他认为这并非人类头骨。这颗头骨的骨壁厚度仅为正常人类的1半，但密度却是2倍，因此异常坚硬。更特别的是，它缺少正常的鼻窦结构，并且耳部位置较低，但听觉区域却异常发达。这些特征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它既像人类，又像某种未知存在。一些人指出，青铜头骨的形态与许多灰色外星人目击报告中的描述相似，大眼睛、扩展的头部结构、比例异常。DNA 检测显示未能提取到父母双方的核 DNA。在多次尝试失败后，有人得出结论，这或许是一个外星父亲与人类母亲的孩子。甚至还有后续研究提出，连母亲的 DNA 也并非人类，从而暗示这颗头骨可能完全属于外星来源。2007年，劳埃德派出版了一本专著，题为《青铜头骨：基因之谜，还是人类外星混血》。无论观点是否成立，这颗头骨的确成为近年来最具争议的案例之一。然而，青铜头骨并不是最奇特的头骨发现。比如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古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多颗头骨，年代可追溯至公元11或12世纪。这些头骨外形基本类似人类，但部分头骨在眉骨上方约5厘米处长有类似角的结构。研究还推测，这些头骨的主人平均身高约为213厘米，这样的身高在中世纪极为罕见，即便在今天也相当高大。这些头骨被送往费城的一家博物馆进行研究，但数月后，博物馆宣称这些样本被盗或遗失。这一结果让许多调查者产生疑问，这些头骨属于谁，又为何消失？有人认为这只是骗局，因为现存证据仅为几张照片。也有人相信这是一场刻意掩盖。类似的案例还有保加利亚罗多比山脉发现的罗多比头骨。这颗头骨外形与已知任何物种都不相似，它究竟属于人类、未知生物还是某种动物？目前仍无法确认。与角头骨不同的是，这次发现曾被保加利亚主流媒体广泛报道。索菲亚古生物博物馆馆长德米塔尔科维奇表示，这不是化石，而是某种未知物种的遗骸。这颗头骨上存在6个对称孔洞，可能是感觉器官的位置。根据结构推测，这种生物可能拥有多达6个眼睛或其他位置器官。
所有这些发现，无论真假，都笼罩在谜团之中，也持续引发科学界与研究者之间的争论。所有这些发现，无论真假，都笼罩在谜团之中，也持续引发科学界与研究者之间的争论。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无论是所谓外来访客，还是远古未知生物，越来越多的异常发现不断提醒我们，地球的过去或许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随着时间推移，或许还会有更多类似发现被揭露。也许终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理解人类的起源，以及这颗星球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神秘存在。